嗨，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很多人回顾自己的小半生，都会用什么时候做成了什么事情去画刻度。可是我正好相反，每当我闭上眼睛回想曾经走过的路的时候，我脑袋里浮现出的全部都是放弃的时刻。放弃其实一点都不容易，我身边的人都这样说。我知道他们指的是权衡的两难，割舍的不易，以及唯恐失去的不安。但放弃对我来说却是反复经过练习的习惯。对，是习惯了。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，不是所有你想要的东西爸妈都会给你买，哪怕你撕心裂肺的哭，但在那个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的年代，奢侈的愿望不被兑现才是常态。而且像我这样的小孩，总是哭到最后擦干眼泪，该怎样玩还是怎样。因为我知道很快又会有下一个想要的东西让我挪不开脚步了。所以我后来很少闹，爱而不得的时候我就放弃得很干脆。那个时候我还小，我理解的不周全，我只觉得哭不值得。长大之后我才明白，是我默认了这个世界存在的一种设置，那就是永远会出现你想要的，只要你不陷在当下的牛角尖里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人生总以放弃为刻度，因为我知道学会适时放弃的人，就是被命运奖励的开始。我试过很多种放弃，爱是最难的。这是我失恋的时候我讲给朋友的话。说完，我站在寒风里哭成了高原红。分开是我提的，删好友也是我，但我们都很清楚谁是最先辜负的那个。当时我跟朋友醉醺醺地拥抱着，我向他一句又一句地诉苦，现在好些我都已经记不清了。我唯一想起的是，我举着手机对没有答应的话筒大声地喊，风一吹就散的关系，我才不需要呢。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刻，放弃的魔法生效了，那意味着我终于能收好破破烂烂的自己，重新上路。知乎上有一个提问，说放弃很爱的人是什么感觉？点开之前，我以为大多数的答案会围绕着遗憾，没想到最高赞的一句话是，他说，可能真的我不喜欢你的时候比较快乐。深以为然。我30岁了，不再以短暂的得失衡量长久的快乐。你可以很爱一个人的同时依然跟他说再见，可以深感孤独，但仍然不去凑无意义的热闹。人和人，人跟事儿，什么时候见好就收，什么时候以退为进，并不是眼下的聚散决定的，这是放弃教给我的智慧。其实我知道放弃这个词儿挺丧的，却是我人生里的良药。因为在我心里，明智的放弃永远好过盲目的坚持。我放弃过内耗的关系和再努力也得不到的感情。我也暗灭过无数次想要撞南墙的执念，因为我知道我并没有能力把它们撞破。而玉石俱焚，除了自我感动什么也带不来。
放弃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可放弃很勇敢。那是我们决定从此不再自欺欺人的时刻，使旧的东西被打破，全新的自己生长出来。你有发现吗？很多人在放弃的时候都会说上一句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坚持不住了，我想回家。对不起，我试过了，还是没考上。对不起，我们分开吧。有些抱歉说给对方，更多的说给自己。好像放弃这两个字背负着千斤重，否定了过去，也否定了现在。上大学那会儿，我的心理学老师特别严肃地教过我们，你可以描述一个人放弃了，结束了婚姻，但是不要判定一个人遭遇了婚姻的失败。意思是说，任何的叫停都不应该跟好坏跟成败绑在一块儿，那只是我们在面对身心痛苦和现实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而已。这个选择理应被认可和肯定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认知放弃的角度，它让我不再苛责自己，也让我看淡放弃所带来的遗憾跟执念，我能平和地处理我人生的问题。总有人说，勇敢的人先享受这个世界，说放弃就是后悔的开始，因为你不面对。但我恰恰相反，人一生中所有的艰难都亲力亲为，这才是真正的勇敢。而那些艰难里最痛苦的莫过于放弃，这是现实送给我们的苦涩，也是人生给予我们的成熟。如同斯科特·派克在《少有人走的路》里面说的，没有割舍就没有成长。很多时候，只有懂得了放弃，生活才能一往无前。